2个半月前我分享过，真正的大跌还没有来，当时说的只是股市。过去2个半月，随着经济的放缓，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觉得这一次的灾难可能会蔓延到楼市，而且楼市又会影响到经济。今天如果你是有楼的话，一定要听着，因为最坏的可能是像香港97年一样，当时的楼价是暴跌了 70%， 很多人是最终做了负资产。当然，就算这次没有97年那么坏，对我们的影响也会是很深远的。所以各位业主一定要留到最后。如果你没有楼的话，像我当年把握到这个机会，用了仅仅的50万港元在香港买到了楼，而且在之后的反弹做到年年买层楼，改变了我一辈子。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我会分享18个亿万富翁思维如何做判断。如果你掌握了这18个亿万富翁的思维的话，10年20年之后，就算那时候股票市场已经回涨了，楼灾也过去了，你也可能做到了亿万富翁。所以这次的视频是干货满满，大家记得留意咯。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讲到楼市，其实我还真的蛮有经验的啊。其实我早年的房地产是在美国做的，我从93年开始就在美国买了好几套收租的投资物业，所以香港和美国的房地产我都知道蛮多的。这一次我会用了很多香港的数据给大家，这一套思维分析的方法全世界的楼盘都能应用，所以我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用了我在这个视频里面的分析的框架和方法来收集全世界各地你所住的地方的一些数据，我们一起来探讨全世界的楼市。除了股票市场我看得准之外，其实我最多的钱是从楼市里面来的。从03年50万港币在香港开始，到19年的时候，我整个香港的房地产的组合超过几个亿的资金。马上给大家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富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我先用3个英文字，因为他们是蛮押韵的，然后给大家讲中文的解释。他们就是 predict、prepare and persevere。predict 中文我译作预测，我们一定要预测未来，因为一个市场的动荡，特别是在楼市里面，我们借了 mortgage 有很大的一个杠杆，对我们的财富和收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预测的时候呢，楼市跟股票市场和经济都是一样，有周期，而我们要预测周期的话，又要注意以下3个效应。第一个是钟摆效应，比如说在过去30年，从81、82年开始，整体的利率是在往下走，但是到了今年，我们的通胀已经回到了81年最高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全世界的央行，包括美联储，包括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也会加入这个加息和缩表的行列。那也就是说，过去40年我们所享受的资金泛滥的一个钟摆已经到了回调的时候了。未来这个资金的缩小对房地产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回到了减息的年代里面，当这个利息从6厘降到4厘，降到3厘，降到2厘，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买房子是便宜了很多，以前买不起房子的人可能会去买房子了，以前买了小的房子的人，楼价涨上去了，他们卖掉了之后，可能把以前那个小房子卖掉的资金买了一个更大的楼。就算他们不换楼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做 refinancing， 香港人叫他们做加按，其实就是通过 refinancing 拿多了一笔资金出来。那这笔资金做什么呢？有可能是买下一套投资的物业，也有可能是放到股票市场里面去投资，或者买辆车，或者是享用。所以我们看到在降息的年代里面， refinancing 这一个活动就使到市场里面多了很多的资金，使到房价会不断的涨。但是现在到了加息的年代里面， refinancing 这个活动可以说是停止了。你想一想，比如说用美国的很多人买楼是用30年的 fixed mortgage rate 来计算，1年前你买楼的时候可能的利息是3到4%，现在你
refinance 的话，可能要到5到6%，谁还会去银行里面去 refinance 呢？还有一点，当楼价在涨的时候，我们 refinance 可以把资金套现出来，但是现在因为加息，楼价可能不再涨了，甚至会跌了。在这个时候 refinance 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拿资金出来的，甚至还要还银行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 refinance 没有了，有很多人少了一个资金去投资、去消费、去买下一个楼市。除了 refinance 之外呢，另外有楼的人他们每个月要供款的银码也会很快的上去。供楼的供款有几个大的数字，第一个是物价有多少，我们借了银行多少的钱，第二个是利率有多少，第三个是分多少年来还银行。以下我用香港的数字，欢迎大家也用你本地的数字在留言区给我们集思广益。在香港呢，我们的 mortgage 的利率呢是 HIBOR 一个月的数字再加上银行赚的一个百分比。比如说在5月底的时候，香港的 HIBOR 的一个月还只有 0.18%。那一般来说呢，银行他们所赚的钱就是1.2% 到 1.3%。假设你在香港有一个1000万港币的物业，在香港的物业是特别的贵的啊，然后你借了70%，用30年来还这笔款。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啊，不要以为1000万的楼在香港好像是豪宅一样，其实呢，在香港现在普遍的楼价是2万块一尺，那也就是说1000万的楼有可能只有500尺，40多个平方米，是不是很小？但是在香港要1000万，如果是1000万的物业借70%分30年来还的话，5月底当一个月的 HIBOR 还只有 0.18 的时候，我们的供款是24000元港币一个月。到了今天7月底的时候， HIBOR 一个月已经涨到了1.17%， 那我们每个月的供款就增长到了27549啊。虽然好像只涨了2500多块，不是太多啊，但随着美国继续的加息，随着在香港资金在撤离，香港的银行结余是越来越少，香港以后也一定要跟着美国去加息。如果我们看一看香港一个月的 HIBOR 涨到3% 的时候，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案例的供款就会涨到了34641元。如果这个 HIBOR 涨到了 4.7%， 刚才那个案例的每个月的供款是涨到了41968元。你觉得 4.7% 这么高会涨到吗？其实我们太久生存在一个很低的利息的环境底下。我们来看一看97年的时候，我们的供款的利率是 10.75%， 当年的楼价大约只有现在的60% 左右，也就是说当年的1000万的楼现在可能要是1800多万。所以不要说 4.7% 的 HIBOR 一个月好像是很高，在97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是 10.75% 的供款利息。再回看到1982年，当时的供款利率是 16%， 而舊年嘅利率亦都逐步下降，優惠利率由16厘減到10厘半。那如果現在我們看到美國通脹的數據已經是81年以來的最高位，那是不是利率也有可能，而且如果是合理的話，應該也要漲回到1981、82年這麼高呢？那個時候是 16% 哦。當然我不是說這一定會發生，但是有可能會發生。回到了剛才3個 P 的第2個 P， prepare 要準備。我們在做準備的時候是要想未來充滿着無限的可能性，有可能利息會漲到這麼高。如果利息漲到這麼高的話， what happens to 樓盤？樓價會不會是崩潰？如果這個發生的話，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避開這個災難，甚至我們有沒有能力到了那個時候去尋找機會？我們在 prepare 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 worst case scenario， 最差的情景是怎麼樣？在最差的情景底下，我們能不能獨善其身，
更好的是我们能不能把握机会。我们再看回周期的话，除了刚才讲的那个钟摆效应，现在是回到了加息和缩表的时候，另外一个效应是叫骨牌效应 Domino Effect， 因为一样事情会触发掉下一个事情，下一个事情又会触发到再下一个事情。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当这个利息加上去的时候，公款的银码上去了， refinance 的活动下来了，这一定会使到买楼的人少了，而楼市是整体经济的最大的一个支柱。因为平时我们去买手机可能1万港元搞定了，但是我们买楼是几百万以上的，所以楼市养活了很多的建筑公司和建筑工人，也养活了银行做 mortgage 的人，也养活了律师、地产中介、装修、家私等等的行业里面很多人。当楼市一不好的时候，整体的经济就会不好。大家只要看一看，在中国现在内房开始不景气的时候，整体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马上放缓了。那好了，经济放缓之后，个人的收入会少了，那有钱去买楼的人更少了，甚至连租楼的人可能也负担不起那么多的租金，要求减租或者是搬小一点。在这个时候，投资物业的收租的投资者，他们的租金减少了，可能不够去 cover 他们要供的款，因为供款在这个时候是上去的，那可能有些顶不住的投资者要把楼放出来，也会加速了楼价的下跌。经济下滑，收入低了，除了租金会下滑之外，我们的消费也会下滑，而消费也是 GDP 里面4个组合的最大最关键的一个啊。当消费减少的时候，企业看到他们的盈利也会减少，这个时候企业的投资也会减少，加速了 GDP 的放缓。所以现在最危险的已经不是美国会加多少的息，这只是骨牌效应的开始。更严重的，我们要预测的是美国和其他世界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当这个楼价跌下来的时候，会使到更多的人需要放盘，而楼市最大的供应是到了楼价跌了一段时间之后，跌了一定的幅度之后，有很多的银主盘的出现，很多人供不起款了，银行收了楼，他们卖出来，这个时候供应就会更多了。再用香港来做个例子，我们的新的特首上来要干实事，未来香港的楼盘的供应会增加，就像97年的时候，董建华也推出了8万5房地产政策，然后在这个时候，香港有很多人在移民，需求是减少了，而且随着加息上去之后，买楼的人也少了。那我在楼市里面30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就是买家的市场。比如说以前楼市只有100个楼盘，但是买的人有1000个，你要去砍价的话是很难的。以前我能做到买到低于市价20%的楼，哇，真的是不得了了，所以我都能够开班授徒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如果找到低于市价20%的楼盘，这是最低的要求，这是不稀奇了。现在如果去买的话，你想想，突然之间是有1000个楼盘在放，但是买的人可能少了很多，只有2个人、3个人的话，这个时候溢价的话，你就跟那些放盘的业主说了，降价30%，你不买的话，降价这里35%，你不肯的话，还有人38%，还有人39%，很多的人急着要移民，很多人已经移了民，很多人供款供不起，他们都是很迫切的要放楼。在这个时候，资深的投资者、资深的买楼的买家一定会狠狠的去砍价，这个时候楼价下跌的压力会很大很大。所以骨牌效应，楼价下跌会导致更多的人怕了，要把楼卖出来了，导致更少的人敢去买，剩下的很少的买家也要狠狠的去砍价了。到最后断供的人出现了，银主盘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楼市也会崩盘。97年到03年，香港的楼盘是整整跌了70%。想象一下，你
如果当时买了一个1000万的楼，借了700万，到03年的时候，你的楼只有300万，就算你卖掉楼，你还倒欠银行400万，这400万哪里来呢？所以当时候很多人想卖楼都卖不掉，而当时那些卖不掉楼又不能做 refinancing 的苦主呢，他们供楼的利息还是超过10%，苦上加苦，导致香港楼市崩盘的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香港政府有85000个房屋政策，楼市的供应是大量增加，再加上97年金融风暴和之后的一连串的黑天鹅。那我们回看一下今年有没有可能随着股票市场和虚拟货币这些崩盘，也导致了类似97年的金融风暴的发生啊？记住，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是 prepare 我们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如果发生的话，我们有没有充足的准备？那回看到07、08年，当时美国的次按危机导致的楼市的崩盘，今天会不会发生呢？07、08年的时候，指美国买房子人过度借贷，而且他们是买了好多个楼。其实现在我看到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人也是借了太多的钱去买了太多的楼，如果这个时候经济不好的话，利息涨上去的话，有没有断供潮？美国的次按危机会不会在马来西亚甚至其他的地方会发生呢？那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看的是全球的楼盘，所以另外一个富人的思维和格局是一定要有全世界的视野，千万不要局限在我们所居住的本地的市场。你会看到优秀的投资者，比如说股神 Templeton、Jim Rogers 等等，他们都是全世界去找投资的机会的，因为资金没有国界，资金是要找到最高投资的地方，只有穷人的思维才有种种的局限，富人是有全世界的视野和格局。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年代里，我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居住和工作，已经不再需要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了。假如我发现到台湾的市场是非常的好，假如我发现到马来西亚市场是非常的好，我是可以住在台湾或者马来西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有全世界赚钱的能力，而且我们也一定要全世界去寻找投资的机会。真的有可能以后我们是全世界一起去寻找机会，全世界去旅居享受生活。回到了周期，第三个效应是叫牛鞭效应 Bullwhip Effect。 配合我们刚才所说的骨牌效应来看的话，我们的未来变得非常的复杂。首先，如果经济真的发展到这么差，这么多的人负资产或者断供，那我们整体的银行会崩溃，而且社会会发生动荡，有可能会有暴乱甚至战乱。那这时候国家、政府和央行一定又会出来救市，他们的救市加上楼市和经济有一个滞后的效应，使到这个救市的药发力的时候，这个股票楼市和经济的反弹又会是更加强劲。这个牛鞭效应可以是造就很多的人破产，也可以造就很多的人发达。举几个例子，比如说02年的时候，香港政府是出了9个措施来救市，但是香港的楼市还继续往下跌到了03年的8月份才到最低。之后政府的这些救市的措施，它的药力开始出现了，再加上楼市本来跌到了某个程度，也应该自然的反弹了。这个时候导致了03年到18年的香港楼市是涨得不得了了啊！中国内地的楼盘在涨了20年之后，政府是下了很多的猛药来确保楼住不炒，但是这些一道又一道的猛药到了最后是使到整个楼盘崩盘。崩盘了之后，政府想救的话也没有起势，所以政府的救市的药也是放了一次又一次。如果历史重演的话，当他们的药力开始发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下一个楼市又会涨了不得了了。而这个牛鞭效应在楼市里面又是特别的厉害，因为造楼中间有2到3年的滞后效应，所以2、3年前因为低息的环境，楼市很好，很多人买楼，吸引了很多的楼盘的建设。当这些楼盘供应出来之后，
正好碰到了加息，楼价跌了，买的人不买了，供过于求。回到了那个3个 P 的第一个 P predict， 我们要做的是要比市场早，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早人的一步去离场，等到楼价跌下来的时候，又可以早人一步去进场，做到低买高估。而在楼市里面，因为我们每一次买楼超过一半的资金是借来的，这个杠杆很大，只要我们看通了楼市，做对了1次到2次的事情，我们的财富是可以有几倍的增长，我们的投资回报要比股神巴菲特或者股票市场里面优秀的投资者还要高很多。最后一个 P persevere 如果是直接翻页的话是叫坚持，而我是加多了一个解释，我们不光要坚持，是要做到可能是人家全部没有资金了，被套住了好惨的时候，甚至恐惧了要卖的时候，没有人有资金再去买的，这个时候我们有资金，那就能买到便宜货了。今天分享的这3个 P 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时97年我就是预测到香港的楼会跌，我逃过了一次大的灾难。到了03年的时候，我因为预测到香港的楼市会反弹，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有其他的收入，使到我有那50万的 savings 可以在最低位的时候买入了一个低于市价的楼。所以这个 perseverance 也是使到我在大家都没有资金而且是绝望的时候，在最绝望的时候，在股票市场里面把那50万滚大，然后再买了我当时的香港的第1层楼，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希望是让大家的未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比市场早一步去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又要有充分的准备。我建议大家呢，不要说 all in 或者 all out， 未来是充满无限的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保留一部分的资金，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多元化的收入，除了房地产给我们租金的收入，股票市场给我们股息的收入，我们还有很好的做生意或者工作来的收入。这样的话，当这个市场崩盘的时候，我们又有额外的新的资金来了，让我们去把握未来的机会。所以做好了 prepare 还要 persevere。 那当然我分享了这么多给大家，其实中间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你买卖股票也好，买卖楼宇也好，其实我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所以我的分享是给你多一个参考，在做买卖决定的时候要看的是数据，而不是光参考一个意见，去查一查在你当地的市场里面，利率以前是多少，现在是多少，楼价以前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用 data 做 decision， 用数据来决定的话会是更客观，而人家的意见我们可以参考，也要考虑到背后发表意见的那个人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地产的经纪中介，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股票的broker， 这样的话你之后的决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好了，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概念给你，对你最有价值启发的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个言。那将来我会在这里继续分享更多我的投资的心得和看法。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咯。那听到这里的你，给自己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那我们下次再见。